大家好，最近呢看到一则新闻啊，这个新闻呢就是说呢，上海护照申请人数创历史新高，部分面签啊，他这没有写美国签证啊，其实是美国签证的面签预约已排到7月底。那么这个新闻呢，这个有效性呢或者说真实性的话有待观察啊，但是呢，我觉得还是挺可靠的吧啊，因为之前我就听说了。美国面签的话，预约的话已经排到3月份了啊，现在的话，2月份了嘛，2月份的话过完年了之后，可能申请人更多了，对吧？那么直接排到7月底了。然后呢，它这边显示啊，就是说呢，在上海、广州这2处的美国签证办理点，截至7月31日都没有空余名额啊。它这边还列了个表格啊，其实这个表格我看了不是很清楚啊。如果说真的是没有名额的话，你这个31号能点开来吗？然后，那这边9月份的话也是没有了啊。那么，所以说呢，如果说你要面签的话，你要往后看看啊，看看能不能点中选中的话，那你就可以预约啊。一般来说的话，选中之后它还会上午下午的啊，那么区分的嘛，对吧？还有呢，它这边介绍呢还是挺详细的啊。美国签证官网中心官网介绍，有加急的情况啊，加急的话，但是呢，一般来说的话。主要是这种紧急医疗啊、救命的啊、致命的、直系亲属葬礼啊、死亡啊、商务学术出差紧急必要的、留学啊、时间紧急，那么这样的话是可以的啊。我们看看官网怎么说吧。首先呢，这个是官网啊，这个官网打开之后呢，你选择中国啊，因为这个网址的话，它可以选择各个国家的地方啊，然后你再点这个预约面谈等待时间啊，然后我们再点进去。好了，到达这个页面了。到达这个页面的话，它这边有个概述啊。概述呢就是说呢，美国大使馆会高效处理所有申请，尽可能缩短等待面谈的时间。这意味着越早进行预约，约到理想面谈时间的可能性就越大。说白就是说让你早点预约嘛。建议非移民签证申请人至少出行前3个月进行申请，注意尽早申请。而且这边字啊加了个感叹号，还加了这个加粗啊。签证处理时间一般为3个工作日啊，但是具体个案处理时间呢，可能根据个人情况及特殊要求而定。什么意思呢？因为有些人他申请签证啊，即使给你批准了啊，他会打个电话给你，你这个要行政审核啊，我们再审核一次啊。虽然说签证都给你了啊，但是呢，我可以把税时撤销，你拿这个签证的没用啊。还有的情况是说，当时我办签证的时候，就前面3个人全部都是被行政审核，就是拿着黄纸啊。因为它会分3种纸片嘛，一种是蓝纸，蓝纸的话就是通过了，然后黄纸的话就说你等1个礼拜啊，这个护照呢我们等再审核一下，今天呢不做最后的批准。那么还有白纸的话就等于说没有批过嘛啊。那么它这边当前等待时间及可预约状态啊，3个可以点击的啊。那么点击的话进去之后呢，你说实话要付费过的啊。那么点进去来之后呢，你是这样子的啊，这边一步啊，然后完成这4步之后再付款，付款之后你才能去拿那个收据单号，收据单号之后你才能安排面谈时间。所以说现在我如果说我没付款的话，我也看不到啊，对吧？那么怎么去看呢？查看呢？说实话，只有最准确的方法就是付款之后啊，收据编号啊，然后输进去，然后再查看啊，没别的办法的啊。那么还有一个办法呢，就是说，就是通过它官网，它有个地方可以查询，但那查询的不是很准确啊。我们先打开一下，那么也就是在这里啊，就这个地方啊，这2个地方呢都是要付费的啊。这个地方的话，它是有个网址连接过去啊，我们可以连到这个他们美国的官网上啊，官网上这里啊。这里的话，我这边输入上海了啊，输入上海之后，你可以点查询啊，查询之后这边有显示啊，那么 B1、B2 签证是22个日历日啊，这个22日历日呢，说实话就是包含了星期天、节假日都包含的啊。那么说实话，这个东西呢不是很准确啊，我可以把它翻译一下。但即使这个不是很准确的话，我们也可以作为一个参考啊。这边男女的话，这边是翻译不准确。它这边是这样子的啊，面试等待时间啊是基于工作量和人员配备可能会因周差异，因周就是按每个星期是不是？所以说它这个时间呢更新的话，基本上是每个星期更新一次啊。
那么所以说你最好一个星期看一次，一个星期看一次也可以。所提供的信息为估计值，并不保证可以预约啊。所以说呢，这个是估计值啊。那么至少的话，这估计值的话也不会很离谱嘛，对吧？如果说你刚才说了嘛，那新闻上海和广州嘛不行嘛，那么不是还有北京和沈阳嘛，对吧？北京沈阳是可以预约的，没问题的啊。然后呢，这边还有一个全球签证的时间啊，我今天还挺惊讶了啊，就发现了很多国家签证居然要等好几年啊，这不是个稀奇的事情。我们可以看一下。好了，这个地方是这里啊，那么它是全球的签证等待时间啊。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 B1P2 好了啊 ，B1P2 比较代表性嘛。你可以看啊，这个800天，看见没有啊？800天这个是在哪里呢？在这个叫阿布贾地方啊，好像是印度的地方吧。印度人口多嘛，所以说排期排长也正常啊。连这个旅游签证都要排期排这么久。你看还有这个303天啊，这个303天还算好的呢啊。我们再往下看啊。那200天啊，这很正常啊，尤其是南美国家跟那个印度啊，特别是印度啊，这个是什么？波哥大啊，哥伦比亚的哥伦比亚人去美国旅游的话，要至少排个3年了快啊，还有444天再往下看，447天啊，这个是卡尔加里啊，我没想到啊，卡尔加里是作为一个加拿大城市啊，加拿大城市的话也要排这么久，因为有什么呢？加拿大那边的话有很多中东啊、印度啊、巴基斯坦这种移民很多啊，可能他们移民到加拿大了，但是呢，他们想去美国的话，可能也要排这个期啊。在加拿大申请签证了啊。我刚才还看多伦多也是排很长时间啊。还有呢，这个成都啊，成都这边关闭了。这个呢，这个是真奈啊，不是清迈啊，也是印度的一个城市啊，真奈啊。然后呢，这个是清迈吧啊，然后再往下看啊。再往下看，我们可以看看，真的是很久576天啊，这个是应该是为地，我不知道哪里啊，这个地方应该是，反正是南美洲一个城市估计啊。你看这个广州啊，广州这边显示27天啊，广州的话27天的话应该是比那个还久，对吧？还可以往下看啊，河内的话还好啊，17天，528天，这个是哪里啊？不知道哪里啊，611天啊，你看。还有这个是什么？加德满都吧啊，加德满都，然后是583天啊，都很长，看见没有？不是一个奇怪的事情啊。你看831天利马啊，那个是利马的话是秘鲁的一个首都啊，384天啊，马德里啊。然后我们看一下啊，这个是墨西哥城啊，墨西哥城，连墨西哥人去美国的话都要排这个675天的美国签证啊，真太久了啊！我之前确实看到一个关于说是新德里嘛，就是那个印度的新德里排期排很久啊，我们可以看一下到底排多久。之前新闻报道过啊，说一直抱怨他们啊，还是提出外交的什么抗议啊之类的。你看新德里要排610天，印度人去美国更麻烦是吧？排期排快2年吧，对吧？你这个太长了啊。那么有什么好办法呢？我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啊。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官网有个说明啊。首先呢，第一个呢就是通过这个之前我说的那个查询排期嘛，查询排期你可以看看那个北京或者沈阳怎么样子，好不好啊？稍微肯定比应该上海好一点啊。那么你再去选择，他说，这边有个提问啊，我是否必须在距离我居住地最近的美国大使馆或总领事馆申请？其实不需要的啊，没有关系的啊。无论你的居住地或户口在哪里，您都可以申请在选择中国境内觉得最方便的地点进行面谈啊。你就大方便就方便嘛，对吧？而且你现在还可以说，我确实就是因为上海或者说广州太长了，所以说到北京来，我不得不选择北京，对吧？您可以在什么查看到最早可预约的面谈时间啊。请注意 H 和 L 类工作签证只能选择广州、上海面谈北京啊。那么还有一个地方就是我发现就是这边香港的话是只有很快的香港。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香港香港才2天，看见没有？那么如果说香港的话能不能申请呢？香港的话这边官网上面也写出了这条其实也是一样的香港的问题第5条我是第三国
国民居住于香港或澳门，我可以在香港申请非移民签证吗？申请人一般建议在自己国籍或居住国家申请签证，任何人是合法在香港或澳门停留，可在香港申请签证。不过，申请人除了考虑到方便或原居住地延迟安排预约，更应该在紧密联系的领事辖区内申请啊。那么说实话，你申请的话，如果说拿旅游签证去香港、澳门逗留的话，也可以在香港申请啊。就香港那个总领事馆的话，它是管港澳的啊，一起的。那么，但是呢，拒签率呢还是挺高的。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，你要有个香港地址，不然的话，他这个护照没法还给你啊，对吧？他签证贴了之后，他得还给你啊，这也是一个问题啊。但是呢，一般来说的话，如果你去香港、澳门申请的话，他那个签证官基本上也能理解你啊，你那个上海啊、广州啊人这么多，对吧？那么又是反正我中国合法公民，对吧？那去香港、澳门也是很正常的事情啊。你说没有长期签证的话，但是我来香港、澳门的话，那是非常简单的事情，对吧？所以说呢，这个呢也可以另辟蹊径啊。但是如果说你真的是加急也加不上，那只能去香港、澳门去了，对吧？但最好的情况呢，还在中国申请啊。中国申请，能在这种选一下啊，或者沈阳啊，或者北京啊这类的，没别的办法了。